家好，欢迎回到大眼妹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到了海德堡。海德堡位于法兰克福与斯图加特之间，坐落于内卡河畔，而内卡河与莱茵河在海德堡西北方的曼海姆汇流。最著名景点就是位于王座山腰的海德堡城堡，以及让知名诗人歌德沉醉的内卡河畔鱼骨桥。搭乘 Intercity Express 列车，仅需40分钟就能从法兰克福抵达海德堡。从浓厚的商业气息，顿时转换为文化学术气质围绕的气氛。海德堡的老城区是这座城市的观光中心，这里的大街小巷完好的保留着风格古朴的建筑。老城区的景点分布于内卡河的两岸，与内卡河平行的海德堡步行街是欧洲最长的步行街之一。沿途有各种商店、景点和餐厅，是老城区的中心地带。海德堡老城区的景点很集中，一天时间可以步行游览完毕。时间充裕的话，不妨放慢脚步，细细品味这个让歌德将心遗落的地方。游览老城区可以俾斯麦广场为起点，沿着海德堡步行街边走边逛，小路有卵形石块铺垫，狭窄婉婷。海德堡市区战争全毁了，重建的石材有部分来自城堡。海德堡城堡坐落在王座山上，由红色砂石所建。海德堡城堡其实只是个遗迹了，整座城堡在17世纪末的战争中毁于法国人手中。虽是遗迹，海德堡城堡依然有相当可观之处。一面浮雕依然精致的高耸城墙，不难想象当年城堡的盛况。无论从哪个方向都能望见圣灵教堂。这教堂1398年建成，为巴洛克风格的建筑。教堂的尖顶主宰该市的天际线。这大教堂是海德堡老城内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教堂。现在的城堡有部分是重建过的，而部分可以保留着废墟模样。城堡酒窖有著名的巨大酒桶 Heidelberg Tank， 直径有7米之长，可容纳22万升葡萄酒。据酒窖的管理员说，等到城堡宾客满堂的时候，一天能喝掉约2000多公升的酒，好多人啊！游客可以登上酒桶参观。走，我们马上进去。有趣的是，在葡萄酒桶对面的墙上有一个诸如佩克欧的雕像。身高1.1米的佩克欧来自意大利北部的南提洛尔，在古堡的宫殿中看管大酒桶，同时也担任着古迹的小丑及弄臣的角色。他是酒如蜜，一天喝上几十瓶也不会醉，并封他为酒神。至于为什么要建造如此之大的酒桶，原因众说纷纭，其中有2个原因是可以相信的：一是满足城堡主人以及宾客的饮酒需求；二是当地老百姓当时以酒代税，收藏来的酒都存于这个大酒桶中，这是贵族们收缴佃农葡萄酒的最好储存方法。参观结束后，还可以点饮料或小吃，坐在酒窖里享受一下。海德堡城堡可以坐类似小火车的缆车上去，也可以步行上去。虽然步行上去会花费比较多的时间，可是我建议对于这种有历史古迹之类的地方，还是步行更为合适。你会融入其中，感受到每个古迹它独有的历史故事。未修复的部分仍为残垣断壁，上部某些房间只留有一面外墙。来到城堡前眺望，海德堡下的旧城区尽收眼底。海德堡毕竟是德国数1数2的观光名城，在这里，你从容娴雅的心情绝不会被破坏。来到这观景露台，可以俯瞰整个海德堡，真是美不胜收。
沙白门遗迹。海德堡城堡历史400年才完工，它是曾经欧洲最大的城堡之一。城堡内部结构包括防御工事、居室、宫殿和城堡花园等。当年是一座军事要塞，同时也是选帝侯公邸。游览完海德堡城堡，已经黄昏。我们漫步走回停车场时，忍不住却拉头的诱惑，就买了来吃。然后就去了一家中餐厅吃晚餐。这家餐厅不在市中心，可是可以搭5号线抵达。餐厅就在月台旁边。餐厅主打经济型快炒，还有火锅，以东北菜、四川菜为主。我们点的有水煮鱼、回锅肉、麻婆豆腐，价钱公道 ，CP 值高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记得点赞、分享、留言，我们下影片见。